老师，您这边准备一下，还有10分钟就该您上场了。知道了，麻烦了。穿越3年，武统迟迟不觉醒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本期的直击考古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的考古队已经在西河县的丘陵地带开展勘察工作20天了，截至目前，依旧没有找到任何古墓的线索。现场的百位下来，我们的嘉宾评委即将登场，看看他们能为考古队带来哪些新思路。黑发男评委，您写的盗墓午休小说里那些五体粽子、血尸午休，难不成都是真的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一个写盗墓小说的也来当考古评委，纸上谈兵罢了，能给考古队提什么有？丁，检测到宿主参与考古相关活动，摸金武统正式觉醒。摸金武统终于觉醒了。摸金武统功能，参与考古活动可获取5道奖励：解锁魔金秘术、风激活。发布首个武统任务，指导考古队发现古墓线索。西河县的丘陵地形复杂，土壤层厚，想要找到古墓，只能慢慢排查，急不得。没错，考古本就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事，20天的时间其实并不算长。黑发男评委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可是您今天第一次亮灯发言。莫不是想哗众取宠？考古可不是写小说，凭空想象可不行。各位老师，各位观众，我认同大家的说法。按照常规方法，西河县的考古工作确实需要半年甚至更久，但我有办法，能快速定位古墓的位置。黑发青年，考古讲究的是科学依据，不知你口中的方法有何科学道理？我写的盗墓午休小说并非全是瞎编，其中不少内容都源自摸金校尉的武道传说，我曾采风多年。既然这位黑发男老师有办法，那我们不妨一试。导播，立刻连线西河县考古现场负责人陈博士。学老师，各位评委老师，我是陈冉。麻烦你让现场的武装人员找一处高处，朝天开枪。记住，要收集无杂音的枪声，越清晰越好。这简直是胡闹！一个小说作家的话也能信？这不是耽误我们的时间吗？简直是无稽之谈！队长，这地方搜不出什么，风这么大，痕迹早没了。我们这样干等，浪费时间，得换个方向。别说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既然那位老师提出了方法，我们不妨试试。你去拿一把枪，到那边的高塔上，朝天开枪。老师，耳机。我倒要看看他能听出什么花来。要是听不出来，看准你出手来个追！
要是听不出来，看他怎么下台。西北方向33公里。不可能！仅凭2声枪声就确定33公里的位置，这根本不符合常理。你这是信口开河！33公里离差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无差就荒谬，数据根本站不住脚，你怎么解释？老祖宗的武道智慧藏着太多精华，听声辨位并非空穴来风。我能从回声中分辨出古墓的位置，让考古队去验证一下，便知分晓。既然黑发男评委如此肯定，西北方向33公里处安排一下。好，我立刻安排直升机带一支考古小组过去。所有人准备出发。所有人立刻停止行动！放着正经的勘察工作不做，你知不知道停工1分钟损失有多大？停工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今日新闻地区，那里正发生着重要的环境变化。观众朋友们，考古小组的直升机已经朝着西北方向33公里处出发了。直升机的飞行速度很快，预计1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目标位置。我们今天邀请多领域嘉宾，也是希望能集思广益，为考古工作提供不同的思。希望别白跑一趟。我们这真是瞎折腾！一个写小说的随口说的位置，怎么可能真有古墓？行了，来都来了，20天毫无进展，哪怕有一丝希望，都值得试试。况且摸金校尉的传说虽玄，但也并非全是虚妄，说不定真有门道。你们看前方，那片谷地有点不对劲。快，降落在附近的平坡上。这不是龙王庙吗？怎么会建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还摆着一口棺材？看建筑风格，不像是古建，倒像是近代的，但这鱼嘴造型与骨和……真找到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就凭几声枪声？对庙的黑棺是什么？那墨斗线呢？无可奉告。你必须回答。老师，庙中还有一口缠满墨斗线的黑棺。鱼嘴庙并非古墓，但却是找到古墓的关键线索。至于这庙为何建在此处，为何摆着黑棺，可以询问附近村落的老人，想必能得到答案。林老师，现场想与您直接连线，了解更多情况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开棺！
现在开关，你们会惹上大麻烦。大家小心，这口棺材有问题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谁让你擅自决定开关的？情况不明，出了问题谁负责？真找到了。你先别轻举妄动，我带着大部队和专业的工具马上过去。那我们先等大部队到了再开关。您能跟我们说说，为什么不能开关？这口黑棺里到底藏着什么？摄像师把镜头拉近，另外让所有人都离黑棺3米以上，保证安全，不要触碰墨斗线。把更头拉近，所有人后退3米。你们应该听过陕北打汉古庄的民俗武道传说吧？人们会四处寻找藏有汉天武体的棺材，用鞭子抽打，以此祈求降雨。这黑棺上的划痕就是打汉古庄留下的，而这口黑棺里藏着汉宝武体。那不是传说中的东西吗？林老师，您说的汉宝武体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该怎么应对？无官方史料记载，却真实存在于这个盗墓与武道融合的世界。武体阴寒至极，极具攻击性，苟为至阳黑之处，其精血能压制阴护血。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武道方法，百试百灵。短发男，立刻去隔壁村找黑狗血，越多越好，记住是救命急用。是。汉豹的传说确实存在于陕北民俗中，但只是民间怪谈。黑发西装男是不是太夸大其词了？这根本不符合科学逻辑。尸体怎么可能孕育出所谓的武体？黑发老师，各位评委对汉堡武体的存在还有疑问，您能再为我们解释一下吗？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，不代表不存在。老祖宗的武道智慧历经千年传承，自有其道理。考古不仅是挖掘文物，更是探索未知，验证传说。至于汉堡武体是否存在，开棺便知。院长，前面有异常，设备已就绪，等待指示，保持警惕，准备进入。汉堡的武道传说我早年听过，只想到今日竟遇上了。不过考古本就是探索未知，既已到这一步，开棺势在必行。黑狗血备好了吗？备好了。短发队员跑了3个村子，才凑了2大盆。这天气也太应景了，阴沉沉的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真的会有汉堡吗？我怎么感觉心跳都快了，又怕又想看。考古队一定要小心啊，他说的话肯定没错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考古大部队已经抵达鱼嘴庙，开棺工作即将开始。
我还是不信。所谓是关内，不过是腐蚀性气体接触空气后产生异响，拭目以待就好。小心点儿，先解开墨斗线，动作慢一点，不要损坏官身。白发院长，解不开，线缠得太密了，只能用剪刀剪。别慌，应该是关内的陪葬品倒了。继续开棺。照清楚点。汉堡，真的是汉堡！这是什么东西？真的有五体？太可怕了！被子弹打都没事，这怎么对付？我操！子弹都打不死，那怎么办？考古队危险了！快用黑狗血！陈冉博士，快动手！林老师，汉堡真的出现了，子弹根本没用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行，这寒气一直在扩散，普通的治疗方法没用。林老师，小战士被汉堡抓伤了，黑爪印的寒气在扩散，怎么办？用火烧，把黑棺和焊板一起烧了。另外，快烧，快找糯米，小战士一定要没事啊！这汉堡也太凶了，还好有灵神指导，不然考古队今天要栽在这儿了。林先生，太感谢你了！汉堡被烧了，小战士也没事了，你真是武道奇人呐！
是我孤陋寡闻了。古人的武道智慧果然深不可测，我服了。黑发青年对民俗武道和古墓机关的了解远超我们这些专业人士，佩服。林老师，刚刚现场的观众都在问，黑狗血为什么能克制汉堡五体？这其中的武道原理，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吗？这世上的事物皆有阴阳相克，汉堡是阴寒至极五体，是至阳之精血，无法用常规的科学来解释，但却实实在在的有用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没见过，就否定老祖宗的传承。考古的意义不仅是挖掘文物，更是要传承和探索这些被遗忘的古人智慧。林老师，王院长和陈冉博士想再次与您连线，他们在勘察鱼嘴庙的现场，有一些新的发现，想向您请教。观众朋友们，刚刚大家亲眼见证了汉堡五体被成功化解，小战士也脱离了危险，这一切都离不开黑发西装男的精准指导。宗留下的武道智慧，在今天再次展现出了传承强大的力量。画面切了，弹幕爆了，热度破100万了！天啊！日志显示时间戳不符，大家集中找出原因。目前无法用科学原理解释这一现象，但可以确定其中一定存在我。您这次才化险为夷，我们刚勘察了整座庙，除了那口黑棺，没有发现其他文物。我们打算收拾完现场，就前往下一个勘察点了。不靠水也不靠村，不符合龙王庙的建造规矩。您觉得这庙真的只是普通行商所建吗？你们先别急着撤离，这鱼嘴庙附近一定有大墓，这才是真正的关键线索。一定有大墓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简直难以置信！各位请冷静，看屏幕，那是什么？证据就在那里。老村长都说这庙是近代建的，而且现场勘察也没发现任何古墓的痕迹。西河县的宗族墓葬群也不在这个位置，怎么会有大墓呢？各位老师，考古讲究文献，更要懂接地气的武道风水。庙作为祈福祭祀之所，按古制必建在风水极佳之地，对次也得靠近水源宝地。鱼嘴庙地处偏僻贫瘠的黄土谷地，背阴面阳，水土皆差，完全违背了龙王庙的建造风水规矩。试问，一群行商集资建庙，为何要选这么一个违背风水的地方？只有一个，建庙只是幌子，
其真正目的是为了掩盖一件不可告人的事。那些所谓的行商，根本就是伪装的摸金午休。那依您之见，这大墓究竟在什么位置？都看鱼嘴庙对面的那座山坡，看似普通，实则是这片丘陵的中心位置。山体走势藏风聚气，符合古墓的建造风水。那座山坡的山腹中一定藏着宝殿，也就是真正的古墓。我早年采风时听过摸金校尉的武道口诀，结合地势判断，绝不会错。您的指点。行动加速，全体准备就绪。明白，队长。带人去勘察，您就是我们考古队的大功臣。这里有个盗洞。若不是林先生的指点，我们今天恐怕就要与这座的而冠。果然隐蔽。观众朋友们，考古队在那位黑发评委老师的指导下，果然在对面山坡发现了盗洞，证明这片黄土谷地中真的藏着一座大型古墓。西装男老师的武道智慧和风水知识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丁，指导考古队发现古墓盗洞，解锁陵墓虚位武道机关知识，奖励武道感知能力小幅提升，可初步感知古墓内的机关气息。李老师，我们发现盗洞了，现在准备下墓勘察，你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的吗？古墓里会不会有什么凶险的机关？陈冉博士、王院长，你们切记，切勿急于下墓。古墓里必暂藏有诸多机关，你们目前的准备还远远不够，贸然下墓极易触发机关，陷入危险，请务必三思而后行。我们带了顶尖的勘察设备和防护装备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而且这古墓若是真的唐代大墓，其考古价值极高，能填补不少唐代历史的空白，我们实在不想错过。你也知道，我们考古队在西河县的日程只有35天，时间紧迫。若是等明天，怕是会耽误进度。但安全第一。若是一定要下墓，切记不要用现代的空气检测仪，蜡烛和大鹅。用蜡烛测氧气，用大鹅探路。这两种东西能提前感知古墓内的机关和阴寒气息，比任何现代设备都靠谱。我们听林先生的，大家行动！
这离不开大家的努力。您的专业让成果更精彩。只是尽绵薄之力，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才是最辛苦的。您太谦虚了。王院长刚才还特意打电话过来，说特别感谢您。您刚才建议用蜡烛和大鹅探路，大家都特别好奇，这老祖宗的方法真的比现代设备管用吗？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？古墓内的环境复杂，有诸多阴寒之气和未知的武道机关，设备容易受磁场、气体干扰，出现误差。而蜡烛对氧气变化的感知最直接，的嗅觉和感知力远超人类，能提前察觉阴寒和机关的气息，屡试不爽。这个领域我还在学习，大家不用太夸张。您的经验对我们帮助很大。那就继续探讨技术问题吧。好的，关于优化方案，您看。大鹅、黑狗血、糯米都准备就绪，队员们的防护装备也检查完毕，随时可以下墓。前队2人牵着大鹅，每人手持勘察设备，后队武装断后，保持1米间距。一旦蜡烛熄灭，大鹅躁动，立刻停止前进，原地戒备。是。现在是早上6点30分，我们即将进入盗洞，开启唐代古墓的勘察工作。全程将通过直播为大家呈现，也会随时与场外专家保持联系。小心，墙壁有异动，立刻联系林老师。林老师，我们在盗洞中段，大鹅突然躁动，蜡烛火苗剧烈晃动，墙壁上还有水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武道机关触发了，这是唐代古墓的防盗机关，你们应该是踩到了盗洞中的机关石砖，立刻检查脚下，找到那块与其他石砖颜色、触感不同的砖，不碰，继续往前走。这只是第一道机关，石墙很快会落下，将通道分隔，切记不要慌乱，继续前即可。按要求走左侧洞口，跟上。注意光源，别散了，有风，小心。前面有亮光。
女壁画。太珍贵了，这是唐代中期的壁画风格，线条流畅，色彩艳丽，能保存的如此完整翠漆，简直是考古界的奇迹。队长，我有重大发现，我们进入了古墓的明殿，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唐代仕女壁画，太震撼了！我会继续调查，这壁画的艺术价值极高。您能从武道风水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下这座明殿的布局吗？明殿是古墓的前殿区域，按唐代的墓葬风水格局，前殿有壁画，后殿必然有内藏园，也就是小喷泉。这是唐代高等级墓葬的标配，用于聚气守灵。按要求走左侧洞口，跟上。注意光源，别散了，有风，小心！前面有亮光。辉法院长，您看，唐代仕女壁画。太珍贵了，这是唐代中期的壁画风格，线条流畅，色彩艳丽，能保存的如此完整翠漆，简直是考古界的奇迹。队长，我有重大发现，我们进入了古墓的明殿，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唐代仕女壁画，太震撼了！我会继续调查，这壁画的艺术价值极高。您能从武道风水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下这座明殿的布局吗？明殿是古墓的前殿区域，按唐代的墓葬风水格局，前殿有壁画，后殿必然有内藏园，也就是小喷泉。这是唐代高等级墓葬的标配，用于聚气守灵。你们在明殿后方的通道内寻找，一定能发现涌泉。而且从古墓的主人应算是唐代的一位公主，身份尊贵。林老师，您太神了！我们在明殿后方的通道口已经看到了泉水的反光，真的有涌泉！年轻评委的风水武道知识，简直是出神入化。仅凭明殿和壁画，林老师出事了！是幽灵虫武道机关触发了，小心！雾逼近了，所有人撤到墙边，保持队形，寻找突破口。队长，这光线在雾里折射，所有人保持冷静，准备战斗。老师，黑雾越来越浓，大鹅跑丢了，我们现在什么都看不清。这座幽灵虫的武道机关到底是什么？
陈博士，地上的石架在动啊！哦，林老师，考古队在明殿遭遇幽灵种机关，现场情况危急。别慌，快说说该具体位置。在主墓室。所有人保持原地不动，不要触碰任何石架、石壁。利用黑雾和环境错觉制造幻象，你们看到的异动都是机关触发的假象。先找到刚才的涌泉位置，内藏运的纯阳水汽能暂时阻挡黑雾扩散。这黑雾能人为操控，古人怎么做到的？古墓地下藏有瘴气石，机关触发后会释放阴寒瘴气，再配合石壁反光和声音机关，这是古人结合风水和物理的武道智慧。王院长，涌泉在后方，我们慢慢挪过去。有张人脸在墙上！别慌，是机关幻象，继续走，不要看他。那不是幻象，是幽灵种机关的核心触发点。那是西周时期的人脸雕刻，下面藏着古墓的关键线索。壁画变成浮雕了，怎么回事？唐代的明殿里，怎么会有西周的石棺和浮雕？明殿里出现了西周风格的石棺，唐代壁画也变成了西周浮雕，怎么回事？为考古队解读幽灵种武道机关，解锁墨子武道机关术进阶知识，奖励新技能机关溯源，可精准判断机关的建造年代和触发逻辑。你们没有进错墓，这就是唐代古墓的明殿。所谓幽灵竹，并非两座墓重叠，而是唐代建陵者在建造时发现了这座西周古墓，便利用墨子武道机关术，将西周古墓改造成了防盗机关。黑雾、壁画变浮雕，都是机关触发后的视觉假象，目的是吓退摸金午休。说的没错，这石棺上的云雷纹是西周中期的典型纹路。牛骨头殉葬也造葬机关，这份武道机关术的造诣实在是太惊人了。这个凹槽和鱼嘴庙的龙头鱼尾神像形状一样，这是不是机关的触发点？那凹槽是幽灵主机关的关闭开关，不过现在还不能碰，碰了会触发流沙机关。所有人听着，立刻围着石棺搜查机关，注意脚下，别惊动什么。保持队形，头部行动。这里有块活动的青石板。我们找到了通往地下的洞口，里面是西周纹路的石阶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直接下去吗？看来之前有摸金午休来过这里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进入后方的墓室。看，入口和下行的石阶。陈冉博士，王院长，这洞口下方是玄魂梯武道机关。这西周时期一旦进入，极易在里面打转，永远走不出来。你们下去后，切记脚下石阶，盯着前上方的石壁，我会全程指导你们破解机关，不要分开，紧跟队伍。
位观众朋友们，考古队即将进入玄魂梯机关，黑发教授会全程指导破解。这是西周时期失传的武道机关。接下来的勘察，让我们一起为考古队祈福。大家别往前走了，这空间太奇怪了，手电照不到边，根本分不清方向。这地方像是被挖空了整座山体，古人竟有这样的手段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你们看，根本看不到底。老师，考古队进入了玄魂梯所在的空间，这里看不到边际，石阶下方全是黑雾。这不是真正的悬空，是古人利用视觉错觉打造的武道机关。这片空间看似开阔，实则是不规则的封闭空间，手电光无法反射，才会让人觉得看不到边际。那这石阶为何走不到头？考古队现在该如何辨别方向？需要更多数据。可时间不等人。明白，我马上处理。玄魂梯并非直线，而是由多个倾斜的石阶段拼接而成。利用地磁和纹路，让考古队不要看脚下的石阶，盯着前方固定的一个点，保持直线前进，先走出这段视觉错觉区。所有人注意，前方有危险标记，保持警惕，准备前进。不对啊，我们走了这么久，怎么还在原地？我感觉头好晕，好像一直在转圈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都别慌，不要看脚下，不要乱张望，继续盯着标记走。越是慌乱，越容易被机关迷惑。呼叫基地，情况危急，氧气耗尽，黑雾逼近。林老师，我们按您的要求走了快2个时辰，还是没走出这段空间，标记依旧在前方，体力快撑不住了。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这情况不妙啊！先听专家意见，保持冷静，等待进一步报告。您快想想办法，他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走出玄魂梯？前面的队伍，把手电关掉，用蜡烛的火光照明。玄魂梯的石壁上有反光的晶石，手电光会被晶石反射，干扰你们的视觉判断。蜡烛的火光柔和，不会被反射，不要被石阶的纹路误导。原来是这样，利用反光晶石干扰视觉，古人对光学的运用竟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，太令人惊叹了！大家手拉手，跟着我走，盯着烛火照亮的石纹标记，保持直线。
强了，我们走到头了。这是完整的唐代浑天仪，星轨纹路清晰，青铜质地完好，比史料记载的还要精致。这绝对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。林老师说的没错，墓室墙壁上果然有雕刻。白发院长、高马尾女，你们快来看，这面墙壁的雕刻记录了墓主人的一。结合墓葬规格、浑天仪和雕刻内容来看，也是推背图的编纂者之一。老师，我们在东壁发现了推背图的5道密像，一共有64幅，我们根本看不懂。您能为我们解读一下吗？64幅密像图案已同步亮起，这些图案与古代星象有关，快记录，时间紧迫。古文字部分需要交叉验证，请专家们继续分析，等待结果。考古队在唐代古墓中发现了64幅推背图5道密像，比传世版本多了4幅。现场评委和考古队员都无法解读一下这多出的4幅密像的含义吗？传世的60幅推背图密像，记录了天地变迁、世事发展的规律，分别对应着鬼、西王母之墓、青铜门4处5道秘境。黑发西装男，推背图的编纂者为何要将这4处5道秘境真的存在吗？这4幅密像所对应的秘境，蕴含着巨大的武道力量，也暗藏诸多凶险。不过编纂者担心密像传世后，有人贸然探寻，引发祸端，故而将其藏于古墓之中。至于秘境是否存在，只是这些秘境隐匿于天地之间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觉得这金牌很特别，想拿出来看看，没想到触发了机关。别慌，这是古墓的防盗机关，林老师一定有办法破解。我们先冷静下来，查看金牌上的文字，说不定能找到机关的破解线索。
这上面记载了推背图的编战过程，结合古武书的内容，应该就是为了守护龙鳞古武书而设。这石碑记载着进入主墓室的唯一方法。队长，我们被困在墓室，急需支援。石门封死了，烛火摇曳。林老师，我们抽出混天仪瑞兽口中的金牌后，触发了防盗机关。墓室入口和透气口都灵光武术的另一半，您快想想办法，我们该如何破解这机关？这机关的破解关键就在混天仪上，而机关的破解密码与龙鳞古武书的现世时间有关，机关自然就能破解。辛丑，当下的天干地支为辛丑年，快将混天仪的辛和丑纹路对准。没错，就是辛丑年。墓主人早已通过卦象推算出龙鳞古武书的现世时间，这就是机关的破解密码。快动手转动混天仪，墓室中的氧气有限，切勿耽误。找青铜环上的辛和丑，马上准备破解机关。天干在这里，地支在下面，就是这里。丑在这儿！林先生，太感谢您了！墓室入口打开了。林老师，机关已经破解，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寻找龙鳞古武书？它藏在墓室的哪个位置？龙鳞古武书作为墓主人的珍藏，定然藏在墓室的核心位置。石门后。老师，这道石门没有任何开启的机关，表面只有星象纹路，我们该怎么打开它？这道石门的开启机关藏在纹路中，推背图密象以卦象为基，这星象纹路对应着围棋的卦象布局，但实则是一道围棋机关门。你们仔细看，纹路交叉处有凸起的实力，那就是起点，在上面走出3节循环的合棋，石门才能开启。评委说的没错，这些实力的分布正是围棋棋盘的布局。古人竟将棋艺融入机关设计，实在是精妙。3节循环。这是19路围棋棋盘，实力就是棋子落点，可我们该怎么落子？没有棋子啊！手指按压实力即可，凸起的实力是可活动的，按压后会陷入石面，代表落子。大家帮我看着棋盘，别走错了。3节循环的布局不能出一点差错，仔细看，位置要精确。
石门真的开了！先生的嘱咐，小心前行。通道内可能还有隐藏机关，保持一字队形。王院长，这就是龙鳞鼓舞书。快离开密室！古墓机关被触发，山体开始坍塌。龙鳞鼓舞书拿上就走，不要触碰任何其他东西。密室旁有应急通道，跟着通道走。按林老师说的，拿上鼓舞书，立刻撤离。快，忍上，别管碎石！大家小心，抓紧了！啊，前面有落石！快走，别管那些！通道要塌了，快下去！跟上，别掉队！林老师，我们成功撤离了。要是没有您的指导，我们今天根本走不出来。这次重大考古发现和全员平安撤离。这一路我们见证了古墓机关，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？这是一次充满挑战的旅程，但我们成功了。太了不起了！是考古队全体队员的不畏艰险。鼓舞书的现世为我们研究古代武道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，而古墓中的诸多机关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风水、机关意义，不仅是挖掘文物，更是能保持对古人的敬畏，对未知的探索之心。水雷接好了，终于安全了。林老师，古书完好无损，封面的龙鳞纹摸起来有凹凸纹路，应该是特殊的锻造工艺。里面的内容还没敢翻开，怕损坏古卷。大家收拾好东西。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一股淡淡的腥气，还有丝缕的白色丝线挂在藤蔓上。嘘。山谷中发现了奇怪的白色丝线，带着腥气。那不是机关，是人面黑猪异兽的蛛丝。这种异兽身形1人高，腹部刻有人面花纹，蛛丝带有阴寒毒液，手持武器戒备，
异兽极有可能会突然袭击。古人常把它驯养独立在陵墓周边，作为防盗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没想到今天真的能见到！请看大屏幕，连接体正在异变，波形极不稳定，系统已全面启动。这就是人面黑猪，也太吓人了！林老师说过，龙鳞鼓舞书是唐代大能的珍藏，上面可能有压制异兽的武道精气。哎，马上把文物取出来。明白。箱子打开了，古书到手。天啊，它在发光！所有人注意！林老师，龙鳞鼓舞书真的能压制人面黑猪？龙鳞鼓舞书是唐代大能结合西周武道秘义所著。人面黑猪是西周时期的阴寒异兽，天生畏惧纯阳精气，所以才会被压制。趁现在快速离开，不要停留。这山谷中可能还有其他的人面黑猪，龙鳞鼓舞书的精气只能暂时压制他们。快，跟着我走，保持队形，不要回头。喂，我们成功走出山谷，与接应队伍会合了。龙鳞鼓舞书已妥善安置，马上就会送回研究所进行专业保护和修复。队长，接应队伍已就位。明白，确认安全距离。收到，启动 B 方案。行动。等古书修复后，我们想邀请您参与解读工作。您对古代武道文化的了解无人能及，有您在，定能解读出古武书中的武道秘义。我很乐意参与龙鳞鼓舞书的解读工作，这不仅是我的荣幸，也是对古代武道文化的传承。我们见证了唐代古墓的精妙机关，见到了人面黑猪异兽，更多的古代武道秘密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发掘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本次直击考古西河县唐代古墓书城门县市，这是考古界与古代武道文化研究界的双重重大突破。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踪龙鳞鼓舞书的修复与解读工作，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，敬请期待。丁，指导考古队成功摆脱人面黑猪异兽，完成古墓勘察，解锁新考古线索。战国帛书托本，触发新任务。当前分尸场武道墓穴。
照片显示这里有破损，但书上没有，可能在修复过程中被处理了。我们需要更仔细的检查。同意，这里不能有遗漏。古武书的纸质保存较好，主要问题是表面积沉和部分字迹褪色，届时可进行文字解读。林先生，辛苦您在此期间协助我们，有您的古文字武道知识，解读工作定能事半功倍。这些文字是西周时期的武道秘文，与普通古文字不同，每个字都蕴含着对算命，修复时需注意有武道气息。是近期在一处民间收藏中发现的。唾闷者称，这是完整帛书的一半，另一半下落不明。那材质和纹路判断，其年代与西周武道文化一脉发现的战国武道墓穴。这些文字比龙鳞古武书的密文还要晦涩，纹路像是过多种解读方法，都毫无进展。黑发西装男，您看这托本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这托本的文字和纹路按北斗七星格局排列，并非普通的文字记载，而是一份密文图。你们看，这7处纹路密集点对应着北斗七星的7个星位，将星位连线，就能看出它指向南方山区的一座战国武道墓穴。这只是完整帛书的一半，另一半应该记录着墓穴的机关分布。成功解读出战国帛书托本的部分密意，观众朋友们都很好奇，与之前的唐代古墓有什么关联？里面可能藏着哪些武道秘密？墓穴主人极有可能是西周武道传承者，墓穴中可能藏有武道秘籍与机关图纸，甚至可能存在驯养异兽的方法。前还无法确定，但两者的武道文化一脉相承，或许能从中找到武道传承的线索。快看这地图，入口在秦岭。好的，马上连接专家解读。方南已经解读出墓穴方位，我们立刻组建新的考古队，前往南方山区勘察。此次任务凶险未知，大家务必做好万全准备。按照深色西装男的要求，携带必要的武道物资和防护装备。采购黑狗血、糯米、墨斗线等物资，再准备一些特制的防身器械，应对可能出现的异兽和机关。除了常规物资，还需准备洛阳铲和入地仙。战国墓穴的土壤层可能含有阴寒精气，普通勘察工具无法穿透。穴中的机关可能比唐代古墓更为凶险。运输队，确认位置和时间，马上出发。住宿安排好了吗？房间和设备检查。资料整理好了，青太给。检查装备，准备行动。哎，辛苦了，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。你们要找的山洞在村后的山谷里，多谢村长和乡亲们的帮助。我们此次前来是为了考古研究，不会打扰村民的生活，还请村长给我们指个路。
前面有东西，手电照过去，小心！是竹筏，上面有尸骨。虫子在啃食残骸，大家别靠近。这是什么虫子？太吓人了！异兽，体内含有阴寒毒液，攻击性极强，大家不要触碰，用防身器械将它们赶走，快速通过积水滩。黑绿蹄子，按黑衣青年的方法应对。塞进他的口中，就能压制他的阴寒精气。我们成功击退了5个尸虫异兽，还遇到了一名外国探险者。去沿着通道前行，前方就是战国武道墓穴的入口，注意观察通道两侧的纹路，那里有墓穴机关的提示，务必小心。这武道粽子的阴寒精气比之前遇到的更浓烈，黑驴蹄子只能暂时压制，咱们得尽快离开这里。你们两个把他扶起来，问问他还有没有同伴，墓穴里还有什么凶险。哼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白毛怪物，好多虫子，里面有白衣女人。我们是考古队，已经解决了那只怪物，你现在安全了。目标接近，注意隐蔽。收到，全体警戒。什么情况？有动静，准备行动。阴寒精气和惊吓冲乱了神智，用糯米给他擦一擦额头和手心，能驱散部分寒气。另外，注意观察水面，尸虫鞘没彻底退走，可能藏在水下。尸虫将攻过来了！大家稳住阵型，他们从四面八方冲过来了。别慌，集中火力！前方有亮光，保持前进。林老师，尸虫别数量太多，我们快抵挡不住了。通道前方还有没有其他出路？继续沿着通道前行，300米后有一处向上的石阶。尸虫破惧怕干燥环境，到了石阶处就会退去。保持竹筏平衡，别让黑壳虫爬上来，它们的毒液能腐蚀衣物和皮肤。有人听着，轮流划筏，保持前进方向。丸子头女队员、短发女队员负责清理靠近竹筏的尸虫院，别让他们爬上来。这些刻痕像是战国时期的武道标记，难道是摸金午休留下的？多亏了林先生的指导，不然我们今天很难脱身。应该是通往墓穴的必经之路。
你们听到了吗？有奇怪的声音。是她，是那个白衣女人的声音，她要来了！林老师，我们在石阶上听到了诡异的低语声，还有之前提到的白衣女人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那是阴寒精气扰乱了听觉，你们靠吸收活人的阳气存活，继续前进。昌奎无法在阳光或纯阳精气附近停留，石阶尽头应该有通往外界的出口。所有人保持队形，不要回头，加快速度前进。黑发少年、短发男人，看好这个金发男子，别让他乱动乱叫。指挥中心，侦察小队报告，我们成功走出水盗洞了，现在在山谷的半山腰，周围很安全。很好，你们先在附近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整，我已经让雪雪联系了来接应你们。记住，不要单独行动，山谷里可能还有其他武道异兽。我们去那边休整，搭建临时帐篷，清点物资。再问问这位金发男子具体情况。现在可以和我们说说情况了吗？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？墓穴里还有多少人？是一支探险队，受雇于一个境外组织，来寻找这座战国武道墓穴里的宝藏。我们一共有8个人，进入隧道了尸虫后和白毛怪物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你们有没有进入墓穴内部？里面有什么机关或者危险？我们还没到墓穴核心，就被白毛怪物和尸虫蛻袭击了。我在通道里看到过白衣女人的身影，她一直跟在我们身后，却没有动手，像是在观察我们。你们休整后不要急于返回墓穴，先联系当地村落补充物资，我会尽快赶过去和你们会合。队长，白发院长，你们看那边！应该是接应我们的村落，我们收拾一下，尽快过去。补充完物资后，再制定下一步的考古计划。是，队长，所有人已就位，保持警惕，目标随时可能出现。明白。林东先生的武道能力你也看到了，有他带队，战国墓穴的考古任务才能顺利推进。还请您获证。好，谢谢您，等您的好消息。好消息，大家，补给队安全抵达，我们有救了。再一个好消息，上级已经批准林东先生加入考古队，担任前线最高武道指挥。后续他会直接来村落与我们会合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。大家准备行动，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！是啊，大家一起努力。太
太好了，有那位老师带队，咱们就不用怕那些武道异兽和机关了。那位老师的古文字武道精通和机关破解能力，正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。等他来了，咱们就能正式进入墓穴核心了。丸子头女队长，我带来了正式聘书和行程信息，他已经出发，预计今天下午抵达村落。有了这份聘书，手持聘书的老师就是我们考古队的核心力量了。黑发青年，你去村口接应，看到人立刻带过来。短发男人，去清点物资，看看还缺什么。明白，院长。老师，您可来了！院长和队员们都在等您呢。村里的环境怎么样？考古队的物资和队员状态还好吗？都挺好的，村民们很热情，给我们提供了住宿和食物。队员们除了有点疲惫，没什么大碍。就是那位外国友人还没完全缓过来。水盗洞那边有没有异常？境外组织还有没有其他动静？我们没再靠近水盗洞。村里的村长说，最近没看到陌生人进村，提醒我们，山谷深处的阴气越来越重，可能有武道异兽出没。欢迎加入考古队，有您在，我们心里就有底了。我会尽力协助大家完成考古任务，同时保证队员们的安全。您一路辛苦，先喝杯茶歇歇。这是我们的物资清单和目前掌握的墓穴信息，您过目。根据目前的情况，我们还是要走水盗洞这条路线，其他路线不仅绕远。一先生，水盗洞里的尸虫渊和昌葵都很凶险，队员们上次已经受了惊吓。我有办法解决尸虫光和昌葵的问题，能驱散阴寒异兽，阻挡异兽防护机。黑衣队长，我们听从您的安排，只要能完成考古任务，再大的凶险我们都能应对。有你的指导，我们有信心克服困难。这托本上的密文已经明确了墓穴的核心位置，就在水盗洞。墓穴入口处有一道阴阳门武道机关，需要用纯阳之物触发才能打开。就在水盗洞尽头的山腹之中，但要注意，墓穴入口处有一道阴阳门武道机关，需要用纯阳之物触发才能打开。我们带的黑狗血和糯米算不算？算，但不够强效。我需要准备一些特殊的纯阳符纸，才能确保触发机关的同时不引发其他危险。符纸材料现在就去准备，训练安排抓紧落实。今晚开始执行，全体准备，行动刻不容缓。直播方面需要怎么配合？观众们都很期待这次的考古行动。直播可以继续，但进入水盗洞后要关闭部分拍摄角度，避免武道机关和异兽的核心特征被泄露。另外，不要近距离拍摄纯阳符纸和破解机关的过程。
膝盖再屈一点，重心下沉，这样才能稳定身形，抵御易受的冲击。黑衣青年不仅武道能力强，指导训练也很专业。有他在，队员们的自保能力肯定能提升不少。黑衣短发青年确实是难得的武道奇才。等队员们训练些食物和水，明天一早就出发前往水道洞。各位，今天我们正式进入水道洞，前往黑衣青年队长墓指导。保持队形，切勿擅自行动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联系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进入水道洞后，关闭所有强光手电，只用微光模式。尸虫鲨对光线敏感，强光会吸引它们聚集。束发女在前开路，注意观察地面和石壁，发现异常立刻示警。石壁上的武道标记没有变化，里面的阴寒精气虽浓，但没有新增的凶险气息。高马尾女队员将黑狗血，雾气很重，小心警戒。符纸和小瓶分发下去。收到。洞道狭窄，脚下湿滑，大家注意脚下，尽量踩在石板的中间位置，避免触发隐藏机关。水面没有波纹，说明水下可能有异动，或者尸虫蜂藏在水底休眠。丸子头女用长杆试探一下水深和水下情况。水下有东西硬邦邦的，像是石头，又像是……小心，是线网！所有人后退，用黑狗血泼他！男子头女用长杆缠住他的爪子，我来攻击他的头部。啊！队长，您太厉害了！这潜王比我们上次遇到的尸虫凶悍多了。这是卷王，是尸虫渊的首领，体内蕴含的阴寒精气更浓。大家小心，它的尾巴上可能系着六角铃铛，那东西能发出诡异声音，影响人的神智。黑衣男人，您看，真的有铃铛。
这是西周时期的武道法器，铃铛内藏着一只小蜈蚣，两者是共生关系。黑衣青年，这些刻痕是什么意思？是摸金午休留下的提示吗？这些是谢岭派的有顾权陷阱，是将异兽与法器结合，用来守护墓穴的。这声音和上次听到的低语声不一样，更吓人了。是六角铃铛的声音，应该还有其他纣王藏在附近。大家围成圆形防御，点燃纯阳符纸。队长，那些光点是什么？是不是还有其他干王？不是姜王，是昌魁武道体，它吸收了水道洞中的阴寒精气，已经进化成高阶形态。那些光点是他身上散发的阴寒气息凝聚而成。这东西怎么飘着走？太诡异了！所有人不许动，关闭符纸。白衣长发女鬼怕纯阳精气。现在怎么办？他在试探我们的阳气强度。我的麒麟精血能压制他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留下来。这是命令。昌魁的目标是我，你们留下来只会成为累赘。2名高马尾女队员保护大家撤退，我随后就来。你本是西周时期的武道传人，因执念不散，化为昌魁，守护墓穴千年，何苦再造杀孽？队长不会有事吧？那昌魁看起来好厉害。队长的武道能力远超我们想象，他一定能安全过来。我们做好准备，一旦队长过来，就立刻前往墓穴入口。所有人准备！昌魁已经同意放行，跟着我走，不要回头，不要与他对视。黑衣队长，昌魁为什么会放过我们？他最后指向通道深处，是不是有什么提示？他守护的不是墓穴的财宝，而是西周武道传承的秘密。他看到我身上的麒麟精血，知道我能看懂传承，所以放行。他指向的方向是墓穴的核心区域，那里藏着真正的武道秘籍。
你看，那应该就是战国武道墓穴的入口了。没错，那是北斗七星阵武道台，墓穴的入口就在阵法中央。不过要进入墓穴，需要先破解阵法，否则就会……看，石台上有个人影。喂，危险！不要过去！不好，他被昌奎的残留气息影响，成为了阵法的祭品，快阻止他！里面的凶险远超之前遇到的所有危险。大家做好准备，跟着我，不要触碰任何石壁上的纹路。这是西周时期的守护阵纹，刚才金发男子的牺牲只是暂时激活了入口，里面的机关并未解除。双丸子头女和马尾女在前开路，用微光手电照亮地面，紧跟我的脚步，不要偏离路线。你们看，这些是盗墓门派的切口，谢灵上面记录着，应该就是鬼手藤武道异兽。鬼手藤就是古籍中记载的九头蛇柏，据说它的根系能深入山体。没错，它以阴寒精气为食。大家提高警惕，注意观察地面和石壁。鬼手藤的根系可能藏在任何地方。不好，我的脚被什么东西缠住了！好痛，这藤蔓太硬了。鬼手藤的根系蕴含武道精气，普通攻击没用。丸子头，给我血来！快挣脱，后退到安全区域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藤蔓太多了，我们根本抵挡不住。鬼手藤的核心在通道尽头的石壁后，只要毁掉核心，这些藤蔓就会失活力。你们用纯阳符纸缠住花苞，我来用黑刃攻击。
黑衣队长太厉害了，没想到鬼手藤的核心这么脆弱。鬼手藤的核心蕴含大量阴寒精气，才能一举摧毁。大家休整5分钟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前面应该就是墓穴的主墓室区域了。林队，这些盗墓门派的切口，会不会还有其他提示？比如主墓室的机关分布？除了提到鬼手藤，这是一种古老的武道占卜方法，或许主墓室的机关需要用它来破解。主墓室的机关，但需小心应对。大家收拾好装备，我们现在出发，前往主墓室。这血土的腥气比预想中更重，说明墓墙和新玉结千年。队长，这是洛阳铲，按您的要求准备的，现在可以探土了吗？我先打洞探查墓墙后的情况，确定机关位置后，再想破解之法。果然，这绒毛是血尸身上的，说明他离我们很近。血尸，就是你之前说的刀枪难伤的武道体吗？没错，血尸的阴寒精气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放弃？你们看这块木砖是机关的核心节点。丸子头女，另一名工装女，你们用工兵铲在石墙夹层中的分酸。林队，您打算怎么取出这块木砖？它看起来和其他砖牢牢粘在一起。用金刚指武道技能。这木砖虽坚硬，但金刚指能凝聚武道力量，直接将其夹出。金刚指！这就是分酸，好刺鼻的味道。大家再退后一些，分酸腐蚀性极强，切勿靠近。等分酸全部导出，我们就破墙进入墓穴。这些就是武道人心吗？看起来好吓人！不要靠近青铜鼎，鼎身的纹路是守护阵法，贸然触碰会触发机关。
这些纹路与战国帛书托本上的北斗七星格局一致，果然是武道阵法。大家快看，那边有一口棺材！这就是血尸武道体的藏身之处，棺材上武道的血尸。大家不要乱动，待我破解阵法后再处理血尸。黑衣队长，这是龙鳞鼓舞书上的武道秘文，会不会对破解阵法有帮助？有帮助。这些秘文记载着克制阴寒阵法的方法，我们需要用纯阳符纸结合黑狗血。阵法已被压制，血尸暂时无法突破棺材。白发老者，你们尽快记录墓穴脉信息，我来守住棺材，防止血尸苏醒。这里记录这个纹样。明白。继续，下一处。大家退后，血尸要苏醒了！黑衣青年，这玉干的血珠，真的是血尸武道体的精气凝结吗？没错，这是血尸千年阴寒精气与自身精血融合的产物。黑棺里的武道体已经苏醒，大家屏住呼吸，切勿释放多余阳气刺激它。这力量也太恐怖了，我们真的能应对吗？有黑衣队长在，一定可以。我们只要守住身后，不让任何危险靠近黑衣队长就行。不行，他的千年怨气太重，王爷只能传递基础意念，无法化解他的执念。高马尾女、束发女、寸头男，准备战斗！这就是血尸武道体，因执念化为血尸，今日只能以武道破局。黑曜之二！这就解决了，太厉害了！他的细胞活性远超普通生物，对武道研究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林队，刚才你和血尸的沟通，王岩能力能与异空间武道体进行基础意念交流。这些是上古武道文字，记载的是异空间初代守护者的事迹，与传说中的武道传承有关。这盗洞是1周内挖成的，有人比我们先进入异空间，而且遇到了危险。血迹中含有阴寒精气，应该是被异空间内的武道生物所伤。好奇，这绿色物质是武道体退化后的精气凝结物。这是7星移关武道阵，每一口关内都可能藏有机关或武道生物，撬开的这口只是诱饵。大家不要触碰任何一口玉关，跟着我沿着7星纹路的生门前行。黑衣短发男，这真的是人皮！异空间武道体竟能完成如此完整的退化。没错，这是血尸武道精气滋养下，武道体需褪去凡胎，才能凝聚纯阴武道本源。这张人皮就是退化后的残留。按常理来说，生物退化多是局部形态改变，如此完整的人皮退化，真的符合武道逻辑吗？异空间的武道传承远超外界认知，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有限，只能慢慢探索验证。高马尾女的推测有道理，或许这是异空间守护者的特殊传承仪式，而非单纯的生物蜕年。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上古武道这玉俑退化，或许就是成为守护者的必经之路。这刀痕是1周前留下的，是谢岭派的武道斩击手法，刀势刚猛，却不懂异空间机关忌讳。谢岭派，你怎么判断的？还有什么机关忌讳？谢岭派行事刚猛，擅长以武道蛮力破局。正常探索异空间，需在东南角点燃武道引烛，若烛火熄灭，需立刻退出，而这里没有任何烛火残留。你们看刀痕旁的凹陷，就是他受伤后发力不稳留下的。黑衣短发青年的观察力太惊人了，仅凭一道刀痕就能推断出这么多信息。白发院长，你看这玉棺上的文字，并非异空间原生纹路，而是后来刻上去的。难道这是幽灵种武道机关？就像之前异空间出现的重叠场景？不是幽灵种，是因为刻写者分属不同武道传承，我们需要结合异空间守护者的生平，才能推断出真相。
看起来像是一段武道传说。